前几天我做了视频，分析了以色列的死穴。如果伊朗攻击以色列的海水净化厂、核能基地和农业生产区，那么以色列呢，很快就难以为继继续战争。川普呢，也会找机会进行谈判了。如今视频内容应验了，伊朗的导弹袭击了以色列的能源中心炼油厂，开始逼迫以色列投降。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分析一下以色列的死穴，看看还有哪些领域呢，或者设施受到攻击以后会迫使以色列加速投降，甚至导致亡国。各位早上、中午、半夜企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仁，感谢您的点赞和关注啊，你的举手之劳对我非常重要。为什么说以色列的死穴很多呢？因为以色列啊，真正的地理和经济形态不是一个拥有广阔战略纵深的大国，而是一根香蕉啊。所有的肉呢，都挤在一条沿海的狭长走廊上，而系统工程学里，我们称之为基础设施孤岛。高度发达，集中优化，这也意味着极度集中，异常脆弱。如果伊朗及其代理人目前的打击逻辑呢发生转变，不再死磕 IDF， 而是直接袭击普通却致命的能源和民生设施，那么以色列这台国家机器的命根子就会被掰断。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电啊，以色列是一个绝对的电力孤岛，它的电网和周边国家呢完全物理断绝，无法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电力进口啊。支撑这个孤岛的运行啊，是一个极其依赖离岸天然气的能源结构。天然气占据了以色列 70% 到 75% 的电力来源。这些天然气几乎全部来自于地中海上的几个关键节点，利维坦、塔马尔和卡里什气田。而且我之前也说过淡水的问题啊，淡水跟电也是强绑定的。以色列 85% 至 90% 的饮用水依赖于分布在地中海沿岸5座大型海水淡化厂。海水淡化是极度耗电的工业过程，没有电就没有水。一旦海上的天然气钻井平台受到精准打击，或者为了防范打击而被迫强制关停，这种事儿啊，在2025年和2026年的冲突中已经发生过了。仅卡里什和利维坦每天停工的损失就分别高达230万和520万谢克尔。没有天然气，以色列的发电厂将立刻面临停产。你可以用柴电发电机作为备用，但是暂时物流受限的情况下，维持全国电网的液体燃料消耗量啊，那可是一个不能完成的后勤黑洞啊！而且更致命的 bug 在于冷凝水污染。打击海上气田不仅仅是切断气源，天然气的开采会伴生剧毒的轻质碳氢化合物液体，也就是冷凝水。如果钻井平台被击中导致冷凝水泄漏，一半会蒸发造成空气污染，另一半则会沉入海中。原油泄漏可以清理，但是冷凝水极难处理。一旦冷凝水污染了地中海沿岸水域，那么以色列将被迫主动关闭所有的海水淡化厂的进水口，以防剧毒物质进入国家供水管网。所以我一直说啊，伊朗很克制，革命卫队用几枚低成本的无人机或者巡航飞弹，不需要摧毁城市，只需要在海面上制造一波毒泄漏啊，就能让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几天内面临全国断水的绝境。即使不看天然气，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维持战争机器运转的液体燃料，也就是石油了。以色列是一个没有战略纵深的国家，它的炼油能力呈现出极端的双寡头垄断格局，全国的燃料供给死死卡在2家炼油厂的手里。位于海法湾的巴赞集团占据了全国 64% 的炼油产能，南部的阿什杜德炼油厂占据了余下的 36%， 大概每天11万桶。巴赞集团不仅是炼油厂，它更是一个庞大的垂直整合的石化中心，供应着以色列 45% 的国内燃料消费，包括至关重要的航空煤油和柴油。战斗机、梅卡瓦坦克、铁穹系统的补给车不吃硅谷的风险投资，他们吃的是高纯度的燃油。如果海法和阿什杜德受损， IDF 的机械化部队和空军出动频率将面临物理上上限。
在最近的冲突中，伊朗的导弹破片已经击中了海法巴赞工厂的电力基础设施。尽管以色列官方强调受损不大，但这是典型的节点暴露啊！不要仅仅把海法巴赞工厂看作燃料库，它是一个巨大的环境定时炸弹。该区域储存了海量的氨水、轻质碳氢化合物以及其他的剧毒化石产品。实施节点攻击的关键呢，就在于此了。如果导弹直接命中巴站的核心处理单元，产生的次级灾害将是毁灭性的。毒气云或者大规模的泄漏将迫使海法大都会区数十万人口进行紧急疏散。在多线交战的情况下， IDF 的后勤不仅需要保障前线弹药，还要突然抽调庞大的资源去处理本土的化学灾难和数以10万计的灾民呢。当一个国家 64% 的炼油产能集中在一个只需要几发精确制导武器就能覆盖的固定坐标上时，它有再多的 F-35 战斗机也只能停在停机坪上，变成昂贵的废铁。这也充分暴露出以色列过度追求集中化经济效益，而在国家安全韧性上完全没有做好评估。接着我们好好聊一下口粮问题。大众常识中认为以色列是沙漠农业的奇迹，粮食能够自给自足，这是表象啊。事实是以色列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超过 70% 到 80% 的口粮依赖进口。它的农业奇迹建立在另一个极端集中的节点上，废水回收系统。以色列近 90% 的废水被回收处理，用于农业灌溉。其中最大的单区污水处理厂每年处理的特拉维夫大都会区 1.3 亿至 1.4 亿立方米的污水，占全国污水的 25%。 这些水经过处理后呢，被泵送到南部内盖夫沙漠，支撑该地区 60% 至 85% 的农业用水。农业的命脉不是土地，而是物流和水。红海危机已经导致以色列南部的埃拉特港几乎破产。如果北部的海法港和中部的阿什杜德港因为导弹威胁而瘫痪呢？以色列仅靠2-3个集中粮库的储备，在战时高消耗下支撑不过数周。更要命的是，我们回想到刚刚说的电网逻辑，如果电网瘫痪，单区污水厂停运，会发生什么呢？多米诺骨牌在这里迎来了最壮观的倒塌。如果单区的泵站失去电力，那不仅仅是没有农业用水，而是数以百万立方米计的未经处理的原始粪便和工业污水将无法输送，只能就地溢出，淹没特拉维夫的街道，或者直接排入地中海。排入地中海的结果就是立即触发第一环中提到的海水淡化厂被迫关停，以防管道污染。然后呢，南部的内盖夫沙漠因为失去这根第3管线的再生水供应，成片的农作物将在沙漠的烈日下几天内枯死。一个针对发电厂或者污水厂节点的打击，能在72小时内共同触发沿海公共卫生危机、国家饮用水断绝以及本土农业产量瞬间清零。让我们再说说以色列的军事装备的软肋吧。以色列的经济是由高科技军工出口驱动的， GDP 高达6100亿美元啊。小椅子军工3巨头埃尔比特系统、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和拉斐尔目前手里握着超过800亿美元惊人的未交货订单。同时，全国91个工业区高度集中，比如加特镇以及以特拉维夫为中心的归西。这些产业跟上面说的净水厂是一样的，高度集中。经济引擎的物理载体是极其脆弱的，防御系统如铁穹、大卫投石索、剑3是拉斐尔和 RAI 的杰作。另外，以色列的货运体系也很脆弱，一条沿海铁路和公路网构成了以色列的物流体系。如果一座关键的桥梁或者一条隧道被炸毁，或者阿什杜德港，也就是占全国 40% 的存储量的港口被封锁了，不仅日常物资进不来，那些价值数百亿的军工订单也运不出去。这个时候，如果拉斐尔在海法附近的生产线因为电网中断或者遭受直接打击而停摆，它将无法补充 IDF 每天海量消耗的拦截弹。拦截弹耗尽，本土防空网就会出现物理漏洞，更多的基础设施就会被摧毁。
更深远的系统性崩溃在于风险溢价。科技产业是可以移动的，如果这个国家的天然气、水和电力被证明处于结构性不安全状态，跨国公司将不可避免地撤离资本和人才。一个号称创业的国度，无法在隆隆作响的柴油发电机上运行其服务器。一旦资本发生不可逆的逃逸，这种经济损伤将使以色列倒退数十年。最后，我们来看看被称为最后防线的医疗系统。在紧急状态下呢，以色列的医院能在36小时内清空床位，像西巴医学中心和海法的 Ribam 医院能在48小时内呢，将整个重症监护和核心医疗转移到地下坚固的防空体系中，提供数千张地下床位。大众的常识认为，这体现了无与伦比的战争韧性。但是，医院不是独立的电力岛，地下手术室、呼吸机、血库冷链以及核心临床数据服务器极其依赖外部的电力和清洁水源。如果宏观电网被切断，海水淡化厂停机，医院的备用发电机在战时燃料配给制度的情况下还能撑多久呢？当基础设施体系发生连锁性崩溃时，哪怕是中东最大最先进的地下医疗中心，也会在几天内丧失物理运行条件。没有水进行消毒，没有电力维持设备，所谓的医疗韧性将在系统性的资源枯竭面前不攻自破。在以色列的体内，匮乏的能源及其集中的炼油厂、水与电的强耦合、悬空的粮食供应链，这4根命根子构成了一个高度精密但也经不起任何单个单元节点失效的国家模型。在这个杠杆游戏中，防守方必须保证每一次拦截都成功，而进攻方只需要成功一次，就能触发从能源到水源、从农业到经济的全面多米诺骨牌效应。这种基于基础设施脆弱性的系统性降维打击，才是悬在以色列头顶，足以导致其国家机能彻底休克的真正死穴。我是五人，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关注，你的举手之劳对我非常重要。我们下期再见。